你知道吗？人到晚年最容易反目的不是外人，恰恰是那些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。年轻时打打闹闹没什么，可到了60、70岁，竟然成了心里最过不去的坎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走了一辈子，怎么越走越陌生了呢？小时候一碗饭大家抢着吃，一条裤子轮流穿，那种亲密劲儿，现在想想都觉得温暖。可你看现在到了晚年，连一句问候都开不了口。同样是父母生的，同样在一个屋檐下长大，怎么到最后比外人还疏远？这话说出来，有些人不敢承认，有些人不愿面对，但事实就摆在那儿，人越老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反而越脆弱。父母在的时候，他们就是那座桥，大家都往一块走。父母一走，桥塌了，人也就散。你以为血缘关系坚不可摧，可现实呢？一件遗产的事，一个误会，甚至一句不当的话，都能让几十年的感情一夜之间变了味。有人说，父母不在了，兄弟姐妹就是彼此在这世上最后的依靠。话是这么说，没错。可你看看身边有多少人，但不是依靠，反而成了伤你自尊、坏你心情的心病。有的人不是手足，是账本，是比较，是竞争。有的人不是亲人，是一生都解不开的结。到了一定年纪，你就明白了，人心不是坏，只是太复杂。兄弟姐妹不是不爱你，只是每个人都活得很辛苦，都有自己的烦恼，自己的压力，自己的不得已。可惜啊，我们成长的时候，没人教我们怎么相处；父母离开的时候，也没人教我们怎么继续互相扶持。于是，亲情就成了一道最难修的课。我见过太多家庭，父母在时热热闹闹，父母走后冷冷清清。我也见过太多兄弟姐妹，年轻时有说有笑，到了晚年却形同陌路。本来以为一辈子会紧紧抱在一起，结果一撒手就各走各的路。不是不想亲，是不知道该怎么亲；不是不想和好，是不晓得谁该先开口。你越年长，越会体会到，亲情不是血缘那么简单，而是一场修行。兄弟姐妹越走越远，不是因为谁变了，而是因为人生不同，立场不同了，压力不同了，连表达爱的方式都不同。如果晚年真的走到反目这一步，你千万不能被情绪牵着走。你越想争，越争不清；你越想讨说法，越容易伤得更深；你越想证明自己对，越会把关系推得更远。到最后，谁都不好受，谁也赢不了。但你要是把这当成一场人生修行，放下那层执念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有3件事是你真正能做到，也必须做到。你做好了，你就赢了，你稳住了，你的心就不会乱，你的晚年也不会痛。因为晚年能否过得安稳，从来不由别人决定，而是由你能否做到这3件事决定的。人到晚年，要的不是真相，而是心安；要的不是道理，而是顺心；要的不是面子，而是放下之后的自在。这3件事看似简单，却是许多人辈子都做不到的。我慢慢跟你讲透，只要你愿意听进去，愿意试着放下，愿意在余生做到这3点，你的晚年绝不会被兄妹的纷争拖垮，你的心会比年轻时还轻松。先说第一件事，很多兄弟姐妹之间到了晚年，真正的矛盾并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从许多小事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。
你回头想想，其实根本没什么大事，只是彼此都太敏感，都太坚持自己的感受，没有人愿意放慢语气，没有人愿意先停下来。于是小小的火花被情绪点着了，事情就越变越复杂，人生越晚越经不起折腾。不是事情难，而是心累。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的心安稳下来，不要在紧绷的时候去触碰那些容易爆炸的话题。你看似是在为别人让一步，其实是在替自己把余生的路铺平。人到这个年龄，脾气和情绪要是还像年轻时一样急，很容易把误会越讲越深。兄弟姐妹之间的争执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谁错，而是因为大家都忘了，彼此已经不再像年轻时那样随意了。年纪越大，心越脆弱，心越脆弱，话就越容易伤人。你一句我一句，谁也不肯退，就变成了多年都解不开的结。与其争一个你认为的道理，不如先让自己的气息缓一缓。你若能先冷静，那些原本要爆开的事情往往就能停住。不是让步，而是懂得局势；不是忍耐，而是看得更清楚。毕竟晚年最怕的不是输，而是把一生的亲情弄得七零八落。有人常说，兄弟姐妹之间谁先软，谁就被看轻。但事实不是这样，真正懂得生活的人，不会把面子当成过日子的重心。一个家里的气氛，只要有人能把火气稳住，那家就不会散。只要有人能把情绪换成温和的回应，那段关系就不会坏太快。这不是软弱，而是智慧。我认识一个老人家，兄妹之间常常因为一点小事说出伤人的话。他年轻时也很倔，别人说一句，他就一定要回一句。到后来才发现，每次回嘴，事情都会变得更复杂，关系会更僵硬。他慢慢学会在别人情绪大的时候不急着回应，而是在心里告诉自己，等对方气过了再说也不迟。多年之后，他成了家里最稳的那个人。兄弟姐妹之间有误会，都愿意先跟他说，有什么事也都先让他开口。他自己却说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学会不让情绪控制自己的嘴，不让冲动毁掉关系。看，这才是真正的力量。兄妹之间再怎么不和，只要你能让自己在关键时刻收一点声音，少讲一句，慢2秒，都足以让事情不往坏的方向发展。不是所有矛盾都能解决，但有些矛盾是可以避免恶化的。你能稳住自己，就是在稳住一段关系；你能不把火点起来，就是在替自己把晚年的日子守住。到了晚年，人和人之间最怕的不是吵，而是吵完之后的冷；最怕的不是意见不同，而是心越来越远。你愿意让自己的情绪不把事情推向最坏的那一步，就是在给彼此继续做兄妹的机会。生活已经够辛苦了，不必再在亲情上增添负担。你若能做好第一件事，让情绪慢下来，让话语轻一点，让火不被点燃，那么你的人生已经少了一大半的烦恼。再说第二件事，到了人生的后半段，很多人会发现，真正破坏兄妹之间感情的不是大事，而是那些一句话、2个心思的小流言。一个家庭里，如果没有人愿意站在中间挑拨，那日子其实不会过得太难，反而是一句话被传来传去，语气变了，意思歪了，本来没事的关系就这样越扭越紧，越拉越远。人心最怕的就是被误会，很多兄妹越走越凉，
是因为感觉对方不再信自己了。而信任一旦动摇，亲情也很难再回到最初的样子。所以人生第二件必须做到的，就是不要做那条传来传去的线。不是每一句听来的话都需要转述，也不是每一个人的情绪都要帮他带到别人面前。尤其是兄弟姐妹之间，本来就熟，本来就敏感。你一句他说你怎样，我一句他背后讲过你什么，这些话往往不是恶意，却最容易变成锋利的刀子。刀子不是你磨的，但你递出去的时候就会伤人，伤了别人，也伤了你自己。我曾看过一个家族，就是因为一句话被传错了，让兄妹之间10几年都没有再坐在一张桌子吃饭。事情本身小到不能再小，只是某一天姐姐出门太匆忙，把父母托付她的事忘了，妹妹心里不舒服，就随口抱怨了一句。结果这句话经过第3个人转述，原本的语气没了，换成了埋怨，原本的情绪变成了攻击。姐姐听了自尊受伤，妹妹也觉得委屈，两边越想越气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但如果一开始那句话没有被随意传出去，就不会有后面的误会，也不会有这10几年的空白。一个家会走散，往往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大事，而是因为一句话走了形，一段意识走了样，一件小事被放大到不可收拾。晚年不需要争什么输赢，只要学会在口舌上留一个余地，亲情就不会被轻易断掉。你听到什么，不需要多说，你知道什么，不需要多讲。你愿意守住这一点，你就是在守住一个家最重要的部分。做人不能没有立场，但可以不让立场变成伤人的理由。你不把流言当成武器，就不会让自己的良心背上负担。不传话是一种智慧，不添油加醋是一种善良，能把别人的情绪截断，不往外扩散，是一种德行，这是修行，也是福气。到了晚年，你会慢慢明白，人不是被事情累，而是被情绪拖累。家不是被矛盾拆散，而是被话语搅散。你越是不当传声筒，越是能替自己保持一份清净，你的心越干净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会越走越远。兄妹之间即便不亲密，也不需要变成敌人。关系不好不难过，传出误会才难受。你守住自己的口，就是在守住自己的福。你不把那些负面的东西传出去，就是在替自己积德。到了60、70岁之后，过得好不好，不是看你外面的人际关系，而是看你能不能让内心保持一份安稳。你不传话，就是在替自己留住安稳。你做到这第2件事，人生已经轻松了一半。最后说第3件事，到了人生这个阶段，最难的一关，其实不是外面的事，也不是兄弟姐妹的态度，而是我们自己的心。一个人如果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总有一天会失望。尤其是寄托在亲人身上，失望往往比外人更难受。因为越在意的人，越容易伤我们最深的地方。所以第3件必须做到的事，就是不要把自己晚年的幸福交到任何人的手里。这听起来或许有点冷，但走过半生的人都明白，人生越往后走，越需要靠自己撑。兄弟姐妹的感情再好，也可能因为现实的压力而变淡；兄弟姐妹的想法再接近，也可能因为生活的不同而逐渐拉开距离。兄弟姐妹之间再亲密，也无法完全靠得住。这不是悲观，而是人生的常态。很多人到晚年，
最大的痛苦不是年龄，不是身体，而是心理的落差。小时候，我们以为手足就是一辈子的依靠；年轻时，以为大家会永远同心；中年时，以为别人多多少少能理解我们；到了晚年，才突然明白，人人都在忙自己的生活，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。你愿意为别人付出，并不代表别人有能力也有意愿回应你。你记得别人的好，也不代表别人会记得你。你愿意帮别人走一段路，也不代表别人会回头扶你一把。人心不是故意凉，只是各有各的命，各有各的路，各有各的责任。人生走到后来，最要紧的不是别人怎样对我，而是我怎样让自己过得心安。有个老人曾说过一句我一直很记得的话：年轻时靠父母，中年靠自己，晚年靠心态。兄弟姐妹再亲，也只能陪你走一段；儿女再孝顺，也只能替你承担一部分。真正能陪你走完全程的，只有你自己的心。到了这个年纪，不要再幻想谁能给你一个完整的依靠，也不要再期待谁能替你解决心里苦。别人能给的是陪伴，是善意，是互相扶持，但绝不是你人生的全部。你的心若一直抓着外人，外人一松手，你就会跌得失去方向。但如果你的心能靠稳自己，你就会发现，谁离开你，你都还是站得住。我认识一位老人，年轻时特别依赖家中的兄弟姐妹，做事要跟他们商量，过节要等他们邀请，心里不舒服也希望别人来安慰自己。父母在时，大家都围着家走动，他觉得这种感觉会一直到晚年。结果父母一走，兄弟姐妹开始各忙各的，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接受，甚至觉得自己被遗忘，被冷落，内心越想越委屈。后来他慢慢想明白了一件事，不是别人变了，而是人生走到这一段，大家都开始承受自己的压力，有的为晚年奔忙，有的为儿女担心，有的为生活操劳，每个人都在努力熬过自己的难。他终于理解到，兄妹之间若能偶尔走动是缘分，若不能常常见面也是命运。靠别人不如靠自己，把情绪稳住，把生活过好，才是晚年真正的福气。从那之后，他变得安静，也变得自在，不再期待别人一定要回馈他什么，也不再强求别人必须照顾他的情绪。他开始学会自己安排日子，自己照顾生活，自己让心稳下来。几年后，看上去他比以前更开朗，也不再因为兄弟姐妹的疏远而纠结。他懂了，人和人之间最难的不是亲，而是无怨无悔的放下过度的期待。人生越晚，越应该把精力放在自己的生活里。你能照顾好自己，就是给儿女最大的祝福。你能不依赖别人，就是给兄弟姐妹最大的体谅。你能让自己笑，就是给晚年最大的福气。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，有些情念着念着就淡了，有些缘聚着聚着就尽了。不是因为谁不好，而是人生本来就会这样。当我们接受了这一点，心里就不会那么痛，不会那么累，不会那么执着。你不把希望全部绑在别人身上，你就不会因为别人的冷淡而心碎。你不把幸福交到别人手里，你就不会因为别人的变化而慌乱。你稳住自己，就是在稳住整个余生。你做到这第三件事，你就真正赢了。不是赢了别人，而是赢了自己。
到了人生下半场，人最先发现的不是身体走得慢了，而是心走得慢。年轻时听不进去的话，到了晚年竟然能一字一句都听得进去。年轻时执着的事，到了晚年看起来不过是随手就能放下的。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变淡，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刺痛你，而是慢慢被你看成一种必然的变化。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了亲情，以为它应该强烈，应该紧密，应该时时刻刻在身边。但真正的亲情往往是在淡淡的日常里存在，不常见面，不代表心里没有位置，没有天天联络，也不代表没有牵挂。很多兄妹之间的误会，正是因为我们把亲情想得太用力，反而忘记了它真正的样子。易经里说物极必反，感情也一样，你抓得越紧，它越容易断；你看得越重，它越容易变味。很多兄弟姐妹之间的心结，不是因为对方做得太过分，而是因为你心里给他的期待太沉重。他达不到你就委屈，他回应不到你就生气，他不如你想象你就觉得变心。可你忘了，对方也有自己的苦，有自己的不得已，有自己的生活步调。人生在世，没有人能把所有关系都维持得刚刚好。亲情也一样，它需要维系，但不能用力过度。你若想用方式去换回亲情，往往换不回来。你若想用道理去绑住亲情，反而容易让人心更怨。因为亲情不是讨来的，也不是逼来的，而是顺着缘分走出来的。很多老人都会说一句话，随着年纪增长，人会慢慢懂得，有些关系走着走着就淡了，有些人看着看着就散了。这并不是谁错了，而是命运在悄悄做功课。易经讲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这句话不是说要你去努力维持关系，而是说人生的核心从来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当你自己走稳了，你自然能接受每段关系的变化。你若能理解这一点，你心里就不会那么痛，也不会那么执着。有些事情你越想越乱，越问越冷，越追越远。很多兄妹之间晚年反目，就是因为一直想弄清楚谁对谁错，谁多谁少，结果越讲越伤，越讲越累。但你换个角度想，人生已经走了一大半，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在这种纠结里？天一句气话，一年一次冷场，最后换来的不过是彼此的疏离。相反的，有些老人到晚年活得特别自在，因为他们懂得事情放一放，心就轻了；恩怨放一放，气就顺了；期待放一放，人就自由了。不是逃避，而是明白了，有些东西抓在手里是负担，放在心外才是祝福。我曾听一位老人说，他与兄弟10多年没讲一句话，不是恨，也不是不想讲，而是双方都觉得对方应该先来找自己。后来父母都不在了，兄弟之间已经没有共同的牵绊，直到有一天他忽然觉得自己老了，再不放下，余生就要背着这个心结。他没有去找对方，也没有去解释，而是选择先把自己心里的那份硬气放下来。从那天开始，他不再想谁先谁后，也不再去算谁对谁错。他只告诉自己，只要我心里不恨，这段关系就不会真正断掉。就这样，他的日子开始变得轻松，也不再因为过去那些挂碍而失眠。后来有一次家族聚会，两个人再次坐在同一张桌子上，谁也没说什么，但那个气氛比之前好多了。不需要道歉，
不需要对话，不需要拥抱，只是互相点点头，就已经是一种和解。你看，很多事不是解决了才放下，而是你先放下，事情自然就化了。人越老越懂，这世界上没有绝对要弄清楚的东西，也没有绝对要去对峙的事情。有些问题不谈比谈更好，有些解比解更快好，有些心结处理，时间自然会淡。中庸里有一句话，至中和，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。意思是心只要能回到中和的位置，世界都会变得安稳。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如此，关系不是靠解释维持，是靠心的安定维持的。只要你的心稳住了，你就不会轻易被激怒，也不会轻易受伤。别人一句话刺你，你不会再反击；别人一个态度让你不舒服，你不会再放在心里反复琢磨。你越稳，亲情越有可能回温；你越柔，误会越不容易扩大；你越松，关系反而越容易走得久。当你真正走进生命的后半段，你慢慢会发现，晚年的幸福不再来自别人对你的态度，而是来自你如何对待每一段关系。亲情若能保持温和，那是缘分；亲情如果变得淡了，那也是天意。不要怨，不要恼，也不要勉强。你愿意以善意看待一段关系，它就不会变得太糟；你愿意以柔软面对人生，它就不会让你太痛。人生最难得的是心安，而不是关系有多亲密。你把自己的心安顿好了，就不怕别人的疏远；你把自己的情绪放轻了，就不会为一句话伤神。你能做到这些，你的晚年一定比别人顺，比别人轻，比别人自在。到了生命的晚年，人会突然明白一件事，很多曾经以为不能失去的关系，其实失去了也还能活，甚至活得更轻松。亲情不是时刻连着才叫亲情，很多亲情是看不见，是留在心里，是不需要靠频繁来往维系。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，越是到了老年，越是考验一个人的成熟与修养。年纪越大，越知道人和人之间要保持一点距离，那是对彼此的一种保护。距离太近，会互相看见对方的不好；要求太多，会让对方觉得负担；期待太重，会让自己受伤。亲情并不是越靠越近越好，而是越稳越好，越亲越好，越自然越好。易经里讲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厚德不是去要求别人来成全你，而是自己心宽一些，看淡一些，让自己成为能承载一切变化的人。兄弟姐妹之间，如果要争谁付出的比较多，谁更懂事，谁更孝顺，那永远争不完。一个争，一个不退，就会吵；两个都不退，就会伤。但只要有一个人心软一点，关系就没有断掉的可能。可惜的是，人到晚年，有些人反而变得越活越硬。他们年轻时忍惯了，到老了反倒想争一口气；年轻时沉默惯了，到老了反倒想证明自己；年轻时顾着家庭，到老了反倒计较起谁对谁错。但这样做换来的不是尊重，而是疏远；不是平衡，而是更深的裂痕。因为人生后半场不是斗气的战场，而是修心的课堂。你若能在晚年把心放软一些，你的人生命运会完全不同。你退一步不是输，而是把位置让给平静。你不争一口气不是弱，而是替自己留余地。
你不计较不是傻，而是让风波自然过去。以前的人常说，一个家要安，是靠心平气和，而不是靠谁赢谁输。兄弟姐妹若成仇，那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，而是长期的误会、长期的期待、长期的压抑堆积起来的。很多事并不是对方伤你太深，而是你在心里把伤放得太久，忘了放下。时间久了，心就累了，关系自然就淡了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很多老人到了70、80岁，突然变得特别明理。别人以为是年纪大了，想通了，其实不是，是看得够多了，心自然就开了。尤其是经历过兄弟姐妹反目的人，更容易明白一个道理：晚年的幸福不是来自关系变得多好，而是来自不再被关系困住。有位老人曾经分享过他的经历，他和妹妹多年不讲话，只因为当年分家产时一句不合心意的话，他们互相觉得对方亏待了自己。于是从那天起，两人形同陌路，别人怎么劝都没有用，因为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受伤最深的那一方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忽然生了一场病，躺在医院里。夜深人静时，他想到一句话：人生最后的日子，真正能陪你的不是谁欠你多少，谁伤你多深，而是你能不能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。那一夜，他想了很多，想起小时候妹妹帮他背书包，想起年轻时妹妹替他说好话，想起父母在时一家人围坐吃饭的样子。他忽然觉得，那些年为了一句话、一点利益争来争去，到头来什么都没得到，反而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——手足之情。出院后，他没有主动去找妹妹道歉，也没有要求对方先来认错，而是在心里把那件事放下。几个月后，家族有事需要聚会，两人再次见面。他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。妹妹愣了一下，眼眶红了，也跟着点头回应。那一刻，多年的隔阂就这样悄悄化开了。不需要解释，不需要道歉，只需要一个愿意先软下来的人，关系就能慢慢回温。从那之后，他们没有变得特别亲密，也不是每天联络，但心里的那道墙拆掉了。偶尔通个电话，偶尔问候几句就已经足够。他说，人到这个年纪才明白，亲情不是靠热闹维持的，而是靠心里有没有位置。只要心里还有对方，就算不常见面，也是兄妹。只要心里没有怨，就算不常说话，也是亲人。道德经里讲，知足不如，知止不殆。人生走到后半段，最重要的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，停止争吵，停止计较，停止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你越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，你的晚年就越能活得安稳。你越是懂得放手，你的心就越轻松。你越是不再纠缠，你的日子就越自在。很多人以为放下是一种失败，其实放下是一种成全，成全别人，也成全自己。你放下了对兄弟姐妹的期待，他们反而能轻松一些。你放下了对关系的执着，你自己反而能自由一些。你放下了那些过去的恩怨，你的余生才能真正开始。人生越往后走，越会发现那些年轻时以为过不去的坎，其实都不算什么。那些曾经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原谅的人，其实也没什么好恨。时间会淡化一切，
岁月会抚平一切。只要你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，让心先安静下来，到了晚年，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，不是兄弟姐妹，不是儿女，也不是朋友，而是你自己的心。你的心若安，日子就安；你的心若稳，关系就稳；你的心若宽，世界就宽。兄弟姐妹之间，即便走得远了，只要你心里没有恨，那段情就不会真正断。即便不常见面，只要你心里没有怨，那份血缘就永远在。人生最难的不是如何让别人对你好，而是如何让自己对自己好。你能善待自己的情绪，就是在善待自己的余生。你能放过自己的执念，就是在放过自己的心。你能不再为别人的态度而痛苦，就是在为自己创造幸福。晚年的幸福从来不是别人给的，而是你自己修来的。你修好了这3件事，稳住情绪，不传闲话，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你的晚年就一定不会被兄弟姐妹的纷争拖垮。你的心会比年轻时还轻，你的日子会比从前还顺，你的人生会比别人还自在。易经最后一卦是未济，意思是事情永远不会完美，人生永远在路上。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一样，不可能完美，也不需要完美。只要你能接受这份不完美，你就能在不完美里找到平静。只要你能放下那些过度的期待，你就能在淡淡的日常里感受到温暖。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不是拥有什么，而是放下什么。你放下了执念，就拥有了自由；你放下了怨恨，就拥有了平静；你放下了对别人的依赖，就拥有了自己。当你真正做到这3件事，你会发现晚年的日子不但不会因为兄弟姐妹的疏远而痛苦，反而会因为你的成熟与智慧而变得更加美好。因为你终于明白，人生最好的陪伴是自己陪伴自己，人生最好的依靠是自己依靠自己，人生最好的幸福是自己给自己。兄弟姐妹若能同行，那是缘分；若不能同行，那也是命运。你不怨不恼强求，你的心就永远是安的。你的心安了，你的晚年就赢了。愿每一个走到人生后半段的人，都能学会这3件事，都能在余生里活得轻松，活得自在，活得心安。因为晚年最大的福气，不是有多少人陪你，而是你能不能陪好自己。只要你做到了，你就是自己人生最后的赢家。